支持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耶！有一个好的呼吸，才会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。所以，请大家不要去忘记关注呼吸这一个日常生活的生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Lynn 小森罗拉的平台。今天非常兴奋，来到 Lynn 老师的 Lavender Wellness。我刚刚一出电梯就闻到薰衣草的味道，跟着味道就可以找到老师的工作坊，所以非常兴奋。老师在上一个月出了一本书《疗愈瑜伽》。对于我自己以及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们，都是透过疗愈这两个词，还有呼吸以及脉轮等等的，回到身体的自愈力，了解到这些东西带给我们的好处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地来到了老师的工作坊，听听老师的故事。我为什么认识老师呢？是因为我在 Lululemon 东区店的时候，老师逛街的时候来看看，这真的是很缘分，太缘分，真的对。本身喜欢跟老师搭讪，所以在知道之后才知道，老师是 Easy Yoga 的品牌大使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招募他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第一次见面。那第二次见面就是老师在 Instagram 上面说他要出这本书了，是疗愈又是呼吸又是 Mindfulness， 还有脉轮，所以整个就抓住我的就是口味，就马上跟老师说，老师那个什么时候出？我想知道。非常有幸跟我的瑜伽老师朋友们都参加了老师的签书会，非常喜欢这本书，里面还有简单的食谱，让大家真的从身心灵还有饮食营养上面去调理。今天就好好的来听听老师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一整个启发，到底是怎么样子去疗愈的。你说这么有正能量跟疗愈力吗？没错，跟自己讲养好。我其实进这一圈大概10几年左右吧。我想疗愈这一块，我真正开始有一点能力，能帮助大家心理层面的这一块，大概其实也是5、6年前而已。在前面早期，我刚进入瑜伽产业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教一个运动教学。对我而言，早期可能还不太往心里面去的时候，这是我第5本书，前面4本都是动作类的，就是怎么塑身啊，怎么让少女变漂亮啊，这一种健身类、媒体类的书。1年多2年前的时候，就很幸运的跟月之出版社有谈到这个约。月之出版社它本身是走小说文青心灵励志款的那一块书居多，跟我的编辑讨论之下，我一开始还觉得有一点紧张，因为会很担心，虽然自己爱写字，但没有很确定自己的文笔是不是能成熟到可以出一本类故事书、类心灵励志书。我不敢说这整本是一个心灵励志书啊，我的脉轮的那一块，我的确收集了10几20个故事，想要试着用故事的方式跟大家解释脉轮这件事情。至少对我而言，一开始它很神秘。我的学习背景其实一开始我是那种超铁齿咖的，我早期完全不信什么精油啊、脉轮，我甚至连中医都不信。在我早期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就是个，对当初的，当时网络流记录是当初过去式，我觉得那一些都是一些牛鬼蛇神这样子。但我发现小时候不接受它，其实是因为自己懂得少。当我们懂得越少的时候，你偏向只喜欢一个确定的答案，所以对于能量啊、疗愈啊，听起来比较飘飘的一些东西，小时候不想相信它，因为你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成熟度跟智慧去接受这件事情。像我在书里面有 quote 那个台大前校长李大同的一句话，他曾经说过，其实科学的进阶是玄学。当我们比较长大啦，当我们比较可以去再更打开心去学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愿意接受这些东西了。搞不好下一本书写是气功，谁知道？谁知道？拉回来，我们讨论到脉轮跟人生故事这个地方，最喜欢扯很远，然后再拉回来讨论疗愈力这一块。Lola 很希望我能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到底要怎么样去让我们自己有行动力跟选择权。在这个地方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前面刚刚 Lola 就是暖了个场，我们2个人私底下在闲聊的时候，她对我的家庭背景还蛮感兴趣的，我尝试跟大家分享，我的小时候背景有一点辛苦啦。
因为我虽然爸妈很早走，我妈妈她大概是我小学5年级那附近离开的，癌症乳癌。我爸爸是我15、16岁那一边肝癌末期。我们家也不是一个什么有背景有声望的一个家庭，我们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小家庭，甚至也不太有很多的亲戚可以帮忙。休学了1年，因为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去请看，我自己就从高中休学了1年照顾爸爸。当初就只剩爸爸了嘛，是家里唯一的金源。当爸爸走的时候，其实我那个时候你才15、16岁，我想你最远只想的到你晚自习完之后要干嘛呀？或者是周末你要跟同学去麦当劳，你还没有那个地方要开始去想人生这件事情。我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没有人养我了，我到底还能不能念书？我以后到底该怎么办？新学期是9月，那个时候爸爸走的时候是2月底，所以我大概有了5、6个月的时间去思考一下，我该不该回学校，能不能回学校？不回学校我又该怎么办？我在爸爸去世的时候就开始先去一般的那种餐饮店工作。幸与不幸的，我刚好是被霸凌的那个，因为你一个年纪小吧，你可能看起来什么就是很 innocent， 然后里头的人刚好也对我不是很友善。我在那边工作了几个月之后，一个是觉得很紧张，一个又觉得这是个蛮好的提醒。如果我没有得选择，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件事情的话，这个环境跟这个生活很有可能是我以下7、80年都会要待的环境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让我的生活 upgrade， 我没有办法去再让自己更进步，因为我已经开始有财务困难，我没有很确定我够不够钱回去念书，就先跟我们学校教务处、辅导处那边先聊，如果我想要继续念书的话，我到底有什么解决的方式、选择的管道？当时的师长也很支持、很理解。我确定这到底当初是学校的策略，还是其实是他们想要鼓励我？他们就跟我说。好，你回来学校。那如果说你到时候你每学期成绩都是在学校的10%，教务处就会每学期拨给你一个生活费，就不用担心你念书的问题了。我很小的时候就理解到一件事情，不要害怕去开口问人家事情，也不要害怕去接受别人的帮忙。当我长大的时候，我发现你不敢接受别人的帮忙，是因为你担心你以后还不起，所以你就会宁可自己管好自己就好，你也不想要去让自己得到的更多，因为你怕欠人家。你不想要还回去这件事情，而对我而言，现在长大了，我倒觉得这件事情我很好啊，我正在回馈社会，我正在录这个影片，我出了几本书，只要有一点能够影响别人是正面良善的事情，这就是当初我接受大家的帮助，我正在回馈回去，尽管不是回馈给当事人。可能我不是直接回馈给我的学校或老师，但我现在正在做一些我觉得我应该要开始还回去的事情。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权。如果你刚好正在面对人生正在面临一些选择，或者是你以为你没有选择了，其实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认真思考一下，你真的没有选择吗？你做到底了吗？你问过别人了吗？你寻求过帮助了吗？这件事情真的已经到底了吗？我自己的人生小故事，这样的家庭背景都能够，虽然我没有说到现在已经爬到了什么总经理、什么高阶主管的位置，但至少我现在过得很好。我有一间小小的教室，我有稳定的课程，我有点闲时间能够写书，跟大家聊聊天。当初我的选择很好，那我也很替自己开心。我当初有一个勇气去做选择。所以或许现在正在面对一些困难，或者是正犹豫不决一些事情啊，千万不要告诉自己你已经选完了，或者是你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去做下去了，因为这一切都只是一个你思考方式方法。对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想要鼓励大家，如果说你真的面对到一些生活上选择或者是改变的困难，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去寻找方法，因为方法永远不会只有一个。就像我小时候还是这样子走过来啦，我相信大家眼前的一些困难 OK 的，对，只要我们肯努力的去找方法跟帮助。刚刚我们总算知道为什么有疗愈瑜伽这一本书的出现，告诉了大家有选择权以及行动力。现在我们就要分享 how to 啦。不敢说我是什么大师还是什么的，但至少我觉得这几年我这样的生活习惯帮助我蛮多的，能够让我自己正面一点的思考，或者是比较理清一点自己在想要的是什么东西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工作前有先打扫家里的习惯，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宅，或者是就是听起来没什么，但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因为一些小劳动啊是一个很好去放空你思绪的方式。
所以我出门招客之前，我可能会至少留个20分钟、半个钟头，先把家里的小事情做完，可能是洗碗槽里面的碗啊，或者是还没折的衣服，就这些很零碎的，我先花一点点时间去处理完。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同时间正在顺着我今天一整天的 schedule， 我打算要做什么？那我今天打算给学生什么？而做完了之后，回到家你准备要休息了，反而有一个比较整洁完整的空间来休息。工作完之后的生活品质会更好，这就是一个开始进入到正面的循环啊。而你因为休息品质比较好，那你下一天的工作能量或者是思考的能力就又可以更清晰。第二个小习惯是，我其实会跟自己讲，我每天至少要做一件新事情，可大可小。大可以是 PC Home， 或者是花裤的订购，对。那当然你没有这么多预算，所以你必须还是要从一些小事做。小事小到我光是今天回家换个路线走，或是我今天想要去 7-Eleven 买饮料，但我们家其实沿路会有3-4间的便利商店，那我今天可能就换全家去买，我今天就换莱尔富去买，但我可能要的东西都一样，地点换了。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，那个东西吃起来不太一样了，或者喝起来不太一样了。每天去找一件可大可小的新事情做，我觉得是一个你在思考上，或者是你在工作上一个很好的刺激。你会要逼自己去接受一些新事情，尽管你觉得这一些事情很小，可能不足以影响你什么，但你每天都去找一件这样子一点小小的新事情做，你会发现几个月甚至几年，你整个人都是一直保持在一个很 refresh 的状态。如果你一直是一个很 refresh 的人，那你就不会一直去待在同样的位置，去思考着你好像没有选择的选择一样。对，这是我自己训练脑袋瓜的方式，也蛮可以培养一个行动力的啦。第三个，我的方式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强迫自己要思考长期规划的人。因为我其实连下5个月我都没有想好我要做什么事情了。不是说我就是一个很活在当下，然后完全不顾我之后的人生，让一切的规划都变得很琐碎、很凌乱。我拿一个例子来说，假设我们今天想要买一个房子，我们一直省吃俭用，然后去付了20年的房贷，但你这20年都没有在 enjoy 你的房子。你没有试着要多买一些小园艺多重漆，然后玩一点新的家具什么的，你只想着要去付掉这20年的房贷。20年之后，你只会得到一个已经过期的旧房子。而20年之后，你也老了，你可能没有什么能力再去做一些什么。我一直的思考方式是金鱼的思考方式嘛，就7秒，然后人生规划最多7星期，然后最后就没有了。我不太会想到很远，因为我一直相信，如果我当下现在眼前的事情我把它做好，尽力而为，那这当下的这一个东西，它自然而然会聚集成一个很大的能量，并且它会，你当下的东西做得越好，你会越来越清晰你以后要做什么。定在远方的一件事情，或许也没这么容易帮助你清晰的理解一件事情。如果你能够把当下的东西做得很好，它反而是可以比较引导你变成带着你去想要的路上。至少我这10几年的教学，可能从一路美容媒体的那一块，然后做到身心疗愈这一块，这都是我当下慢慢的感觉。然后每次觉得一个就转一个，每一个就转一个方向，慢慢转到我现在觉得身心灵都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。第4个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不要放弃掉你1-2个顽皮的习惯。我一直觉得没有一个人是能很完美的，甚至如果你是一个大师，你是一个可能宗教界的权威之类的，我们一定会有黑暗面。如果我们讨厌自己的黑暗面的话，相对的也是讨厌自己啦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。Lola 之前在跟我分享，她在煎面包。今天你真的不想吃面包了吗？你今天，如果我今天就是跟你讲说，好，我们楼下有一个很好吃的蛋糕店，我们走，那你会怎么做？走。那吃进去了，对，好，你吃掉了一个很好吃的蛋糕，那你会突然想到，我不是给自己一个神圣的计划，我要50天不吃蛋糕，50天不吃面包，而你却做了这件事情。我一直觉得顽皮的习惯会因为那适当的罪恶感，又会再提醒自己下一步要做得更好，所以我们就会在一个很平衡的人生上面，因为好坏、黑白、黑暗光明、Diet Coke 或是面包，这些都是我们喜欢的。当
然也不是说你如果直接人生有20个坏习惯，你全部不放弃，没有办法这样子。但你至少给你自己一个扣打，可能你留1-2个。对，你偶尔想要顽皮的时候，你去做它，你会觉得很开心。开心完了之后，适当的罪恶感，它可以帮助你的人生平衡回来。这是我的一点人生哲学跟大家分享。谢谢大家。耶，namaste，太可爱了。